如果一个人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独自一个人生活，有一天突然因为某种原因死在了家里面，过了很久才被人发现，尸体已经严重腐烂，这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情呢？虽然这样的案例不经常发生在国内，但是在国外，特别是日本，许多独居者在家中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悄然去世，直到尸体被发现时才引发关注。而随着社会老龄化、少子化以及日益疏离的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在一些国家越来越普遍。而今天的案例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日益淡薄的情感联系，更像是对社会疏离和冷漠的一面镜子。这个案例可能有许多远古老粉们看过，由于最近在京东图书买了几本关于尸体的书籍看了看，所以又开始回头研究起了孤独死这一案例。那么我简单的再讲一遍吧。事情是这样的，2006年1月25日，一位名叫乔伊斯·卡罗尔·文森特的英国女子被发现死在伦敦北部的一间公寓里面。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去世2年多了，基本上已经腐败成为了一具骨架。而恐怖的是，当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尸体竟然还坐在椅子上面看电视，就连暖气都还开着，周围还都是包装好的并未送出的圣诞礼物。一开始警方也捉摸不透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死的，直到后来调查了他的身世，人们才发现了事情的缘由。文森特出生于1965年，全家都是来自格林达纳的伦敦新移民，父亲是非洲裔木匠，而母亲来自印度。在他11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他由4个姐姐带大。由于常年与父亲关系紧张，所以他渐渐地疏远了这个家庭。不过有消息人士指出，他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并且还存在着家暴史，所以有人猜测可能是羞于告诉家人，所以一家子人就一直再没有联系过了。在2003年2月，文森特搬进了伍德格林购物城楼上的一间公寓里，这是一间安置房，被用于安置常年受虐待的家庭暴力受害者。在这年的11月份，他突然吐血，被诊断出消化性溃疡，为此还在医院住了2天。然而法医指出，文森特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2003年12月的某一天。事发时他正坐在椅子上看电视，可能是由于哮喘发作，然后伴随着消化性溃疡，渐渐的他没有力气去求救，甚至连电视都没有关，整个人就瘫倒在了椅子上，仰面朝天。而此时暖气都还开着。其实一开始邻居们并没有发现他死去，甚至一度以为这间公寓里面没有人居住。虽然尸体也会腐烂，并且会出现难闻的气味，可是都被这附近的垃圾桶的气味给掩盖了。而且文森特所居住的这间公寓从外头是看不到内部的，并且常年伴随着噪音，所以对于电视机所发出的声音也没有人觉得吵闹。那么人死了，总得有人交房租和水电吧？一般如果不按时缴费，总得有人上门催或者给他断水断电的。可是文森特所在的公寓刚好是来自一家福利机构的住房信托机构，如果租客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按时交房租，那么福利机构也会自动往他的住房信托里面支付一半的房租，以维持他的生活。渐渐的，一晃2年过去了。住房管理员发现这间公寓已经欠下了2年多的房租，总计2400英镑，所以决定去问个明白。可是他去了好几趟，都听到了电视机的声音，但却怎么都不开门，所以只能选择报警处理。最后警方强行闯进了公寓，才出现了开头的这一幕。由于文森特的遗体腐烂得非常严重，法医只能通过牙科记录来确认他的身份。关于死因，现场没有任何闯入的痕迹，前门还上了双重锁，没有任何他杀的迹象，所以警方裁定文森特是死于自然原因。关于暖气和电视在这2年一直开着，是因为文森特的银行账户一直开着自动账单扣费，所以才没有停电。那么看到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警方除了通过一些人证和物证来预估尸体是什么时候死的，像一般的法医是如何用一些手段或者方式来判断尸体的状态，或是他们生前经历了什么呢？其实文森特生前曾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一些朋友，死亡时周围的圣诞礼物足以证明他还是有人际关系的，但是这些社交和联系在他的生活发生变化时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支持。这表明社会当中的所谓社交网络可能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为脆弱，特别是在面对个人危机时，很难有人会真正站出来帮忙。尽管是生活在繁华的伦敦市中心，他的死亡却在2年间无人察觉。这也渐渐地证明了，就算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生活方式也在越来越独立化，同时也越来越孤立。人们往往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很少会注意到朋友、邻居或者周围人的动向。一旦与最关心的家人都失去了联系，那只会出现像他这样悲剧性的结局。而他的故事也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孤独死现象的极端例子。孤独死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日本，指的是个人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去世，往往过了很长时间才会被发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报纸就首次报道了独身主义现象。不过像文森特这样的年轻案例也是属于少数且极端的，大部分孤独死的人都是老年人。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日本独居家庭占比为36%，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为28.6%。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独居人口数量将从2020年的738万人激增至2030年的887万人。日本警察厅公布了2024年1月至3月独自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数据，日本总共有21716人在家中独自死亡，其中将近80%的人为65岁以上。如果再算上自杀身亡的，估计每年家中死亡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68000人。而且随着人口继续老龄化，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糟糕。那么到底什么导致了日本流行孤独死呢？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龄化。大家都知道日本老年人居多，在21世纪初，每5名日本人当中就有1名是大于65岁的老人了。在日本老年群体中，与其与下一辈或者多代同住，大多数日本老人更偏向于独居，而独居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除了经济、医疗之外，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精神心理问题，像焦虑、抑郁、痴呆、记忆力衰退等等。长期以往，他们也更加不习惯接受他人的照顾，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死去，等到尸体被发现，往往经过了好几个月，这个时候尸体都已经腐烂了。此外，从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衰退也被认为是导致孤独死亡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在这其中，许多人从未结过婚，在工作期间就一直是独居的，脱离了工作后就变得更加的与社会脱节了。不过，像孤独死这种现象也并不仅存于日本，像一些欧美和亚洲国家也有慢慢上升的趋势。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和平均寿命的延长，他们同样正在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许多老年人选择独居，或者因配偶去世、子女疏远而被迫独居，这些都会增加孤独死的风险。由于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加快，邻里关系淡薄，社区互动减少，传统的家庭和社区支持体系逐渐瓦解，使得一些人陷入社会孤立，而在大城市中的生活往往更加的匿名。人们彼此之间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联系，这种环境使得独居者更加容易被社会忽视，甚至在去世后长时间都无人发现。所以说老龄化已经变得不可逆，那要怎么做才能得到改善呢？像日本最常见的就是社区和志愿者组织通过定期访问独居老人，检查他们的健康和生活状况。这些活动有助于及时发现独居老人潜在的问题，避免孤独死的发生。另外还需要建立良好的邻里互通网络，通过沟通和互动来预防孤独死。例如，社区成员定期会给独居老人打电话或者拜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而一些地方政府和社会企业也推出了智能家居设备，就比如安装带有传感器的电灯开关、智能马桶或者地板传感器等等。这些设备可以监测独居老人的活动情况，如果长时间没有监测到动作，那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报，通知家人或者社区志愿者。另外，如果有子女的话，还可以开发专门的应用程序，帮助家人和志愿者远程监控独居老人的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例如，家属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查看老人的日常活动情况，并接收异常状况的通知。另外还需要提高公众意识，通过媒体、社区活动等多种渠道，提高公众对于孤独死问题的认知，倡导全社会关注独居老人，形成全民参与的防御机制。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在学校教育中加入关于孤独死现象和社会责任的内容，培养年轻一代的社会责任感，也可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毕竟帮助他们也是间接的帮助自己。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于孤独死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那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